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我是董志豪，向全球各地收看節目的觀眾朋友問好，大家平安順心哦。也請大家幫我們的節目按讚、訂閱、分享，我們正邁向20萬訂閱的大關。好，馬上介紹這集的3位來賓。第一位是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千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前成功級艦長黃鎮輝，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好，節目首先要展開的話題呢，我們要來看到中日之間的稀土對抗，近期台面上台面下有許多的動作在發生。日本富士電機呢，最近2位員工做了一些壞事哦，被中方逮捕呢。他們是以這個走私受管制的稀土磁體產品為由呢，已經被正式批准逮捕了。那為什麼日本要來走私中國這些稀土？就是因為前段時間首相高市早苗那一句“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把中國大陸給惹惱了嘛。那現在呢，就是卡着這個稀土的脖子，而且這件事情不只是員工的個案哦。隨着中國官方深入的挖掘下去，發現竟然有一條灰色產業鏈在背後運作。因為牽扯出的內幕呢，包含了這個涉案的企業員工之外，也包括了出口的這個中介貿易商，還有協助通關放行的海關人士等等。發現也有許多的中國籍人士涉入在其中，所以展開這個大規模調查，就像葡萄一樣，一抓一大串。現在有10幾個人呢，都要接受調查了。這個案件看起來已經不單單是一個企業的間諜案了，或許背後還有這個國家層級的考量，而且是一條完整的稀土走私鏈，現在浮上了台面。那麼中國的稀土供應就真的這麼重要嗎？一斷供，我們就看到日本的企業現在已經是有點受不了感覺了。這個台面上還在硬撐，在私底下走私。中國的稀土管制把日本企業給逼急了嗎？那麼之前我們看到有輝達的這個白手套禁令，現在則是有稀土走私想要瞞天過海，可以說大家為了拿關鍵的物資無所不用其極。所以首先我們要請教賴岳謙老師哦，這條路執行起來，走私有這麼容易嗎？在中國的眼皮子底下，你怎麼看？當然不容易。高市早苗確實急了，日本也很急啊。但是他們表面上裝的好像沒什麼事一樣，其實急得像無頭蒼蠅。你看高市早苗跑到 G7 的時候，也一直在講到稀土的問題，而且一直要求 G7 大家一起來搞一個所謂的去中國化的這種稀土供應鏈，然後說要斷絕跟中國的關係。可是你看到 G7 到最後的一個決議是說5年後看能不能降低到依賴中國只剩下60%左右。那依賴中國60%，那意思也就是要花5年的時間，那就意思也就是之前的依賴可能高達80%、90%都不等啊。這是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裡面，我們看到日本的很多企業就裝的說：“哎呀，我們以前已經從印度那邊過來了，可是印度的供應事實上是有限，而且品質不穩定啊。”那另外，現在印度也在縮緊出口的這個情況，所以事實上日本的企業是越來越着急、越來越緊張的。緊張到什麼程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的，就是說你是民間企業，民間企業你面臨的稀土斷供的危險，而這個禍是由你的政府所惹出來的。對，那你民間企業應該大家聯合起來跟這個高市早苗說：“哎，你當初你們選舉的時候，你們自民黨選舉是我們給錢的，沒有我們的錢，你們怎麼可能選得上？”而且你們的政治獻金都是我們給的，你們參券還貪污嘞啊！那你們怎麼今天惹這個禍由我們來承受？好，我覺得日本的企業界沒有做這件事是不對的，這第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就是日本的企業界現在自己卻開始走違法的路徑，違國家安全法，違反中國的國家安全法。中國的國家安全法早就已經有規定了，而且這個細則講得很明白，就是磁鐵必須是一體成型的。對，換言之，也就是說，你只要把相關的東西一拆除，這個磁鐵就壞掉了。它必須是要這樣子的設計。換言之，你不能用組裝式的。好，這個法律規章得很明白，規格也解得很明白。那日本為什麼他派駐在中國大陸的北京的副高管？他就是副主管了，是副主管，這很高階的員工了，他為什麼要鋌而走險？而且為什麼一個日本人派過去技術人員、工程師，他負責來指導他們的工廠怎麼去做這種組裝式的磁鐵，而且一定是秘密的、偷偷的進行。也就是說，很有可能日本的員工就少數幾個人，
也就是派駐在中國的工廠，他們來操作，不讓中國的員工去接觸。可是我相信很多中國的員工一定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你們半夜或者是偷偷的在那邊，對，怎麼會在做一些什麼東西啊？那當然，這個消息一定是走漏了，啊，也一定有人開始舉報。舉報以後，那當然公安機關就開始循線在查了嘛。循線在查，證據確鑿了，而且也涉及到中國的海關人員，很有可能有些人收受賄賂，也不一定了。目前來講，都還在調查中，還有沒有一些報進出口的這些相關的企業？那麼為了獲得巨大的利益，他這個偽報啊，這些不實的證件把它夾混走出去。但是不管如何，我看到中國大陸收網了，也就是證據確鑿了，收網，所以在海關擋下來，抓起来。抓起來的時候，先剛開始公布的是行政拘留，而且也讓日本的派駐在中國的大使館，他們的工作人員按照他們的領事的這個待遇，他們可以去探監。可是您看到日本馬上表達強烈的抗議，可是中國大陸就是說，對不起啊，現在還在調查中，沒有幾天確定了他們的犯罪行為非常的確實，批捕了。那也就是從行政拘留到逮捕，那就代表什麼？違法已經確定了。基本上來講，中國大陸的對外國的員工啊，他們在中國大陸的違法一定是基本上冤案幾乎是零，不會冤枉你了。我們還沒有看過有任何冤案，所以日本人心知肚明。但問題就在於，為什麼私人公司要去違反中國的國家安全的理由，要來的這樣的一個違法的行為，他都來幹？他是私人公司，他可以離開公司嘛？他為什麼要這樣幹？這代表這個公司被逼急了。好，可是問題就在於，難道這只是一家公司嗎？不要忘了半導體產業、汽車產業、軍工產業，而且還可以延伸出來的更多，甚至他們現在目前想要發展的無人機，這些都需要用到馬達，都需要用到磁土。我個人認為日本是真的着急，只是說他們裝的好像，哎呀沒什麼事，我們的存量還夠，哎呀我們有印度可以來，我們還有第3軌道、第2軌道，我們還可以用拆裝的方法。其實那是一種裝模作樣，也就是說，拜託啊，你政府趕快給我們解決問題吧。好，也就是因為這樣子了解日本的痛處，所以現在中國對日的出口管制又在升級了。在6月的時候呢，又有新的動作，中國商務部新增了20間的日本實體列入管制的名單，還有20間的觀察名單，而且當中不乏大咖哦，三菱集團、防衛研究所等等，這些都是日本軍工核心的單位哦。就拿中國限制这個關鍵的重稀土，我們看到氧化鋰這個東西來說，觀眾朋友，它可不是普通的工業粉末，你包括半導體製程、高性能陶瓷、精密的光學、軍用的耐熱塗層，還有這個我們說隱形戰機的這個塗料的材料裡面哦，都離不開這個氧化鋰，所以它的供應斷裂呢，就直接導致日本的化工大廠啦、醫療陶瓷企業拉警報了。那當中呢，我們看到中國大陸以稀土牌出口管制來教訓日本的這個時候，這一場關鍵的供應鏈戰會不會改變到整個東亞產業或是戰略格局的發展？上志哥，我相信一定會，特別對於日本的他們引以為傲的整體的工業，這個工業包括傳統的這種大的製造業，乃至於剛剛其實賴老師也提到的部分，半導體，包括現在最先進的這些產業，都會受到影響。我想，其實這一次在6月底，中國大陸商務部又在公布另一波，包括了關注的清單，包括了管制的清單。要知道，在今年年初公布這20家，包括涉及到像三井這些，一開始覺得中國應該是不是就是個動作，是個宣示性的動作，沒有人想到有第2波，包括日本自己也沒有想到。這也就是為什麼在6月29號公布之後呢，過去日本的個性，日本的這個政府方面的個性是，如果有任何的這種所謂制裁行為，他們一定會先觀察個2-3天。結果這6月29號公布之後，隔天日本官房長官就直接召開記者會，表示不能接受，表示很強烈的態度要跟中國大陸抗議。所以你可以感覺到，無論如何，高市早苗政府有痛嘍，在這一次這個第2波，因為難道只有第2波嗎？有第1波、第2波，是不是還會有第3波？再加上這次公布的清單裡頭有9家都是跟三菱相關的，而且有4家都是跟日本的防務省幾十年的研發機構，所以是不是一些他們要做一些樣機，包括這個軍工業當中的更研發的部分？
切斷的部分就不只是制造產業了，而且我們同時來看，其實最近除了這個制裁方面的話，有更多像剛剛其實建昌所提到的，我們知道先前對於對於已經使得日本當中2家最重要的這個公司永久不生產了，對，然後也傳出了工業鑽石，就是切割的東西，前盾也受到影響了。至於談到這個鋰是什麼概念？因為大家赫然發現，跟去年2025年同期相比，到今年竟然整個氧化鋰相關的進口竟然只有去年同比的1.17%。剩這麼一點點而已，而且後面包括一些鍺跟鉈，甚至到今年是0，完全沒有進口任何1公克到日本，而這些都恰好可能是汽車產業當中非常需要的這個東西。所以呢，中國大陸現在看起來是系統性的來制裁日本，而且這制裁不只是說逼你高市早苗要對於台灣有事這件事情你要道歉，不止。很可能是做一個歷史的總清算，這個清算是包括對於你現在日本，包括你的匯率問題、你的產業問題、你的債務問題、整個日本國債問題，然後你在經濟產業當中，你明明有那麼多債務，結果你高市早苗，全世界跑來跑去，包括又跟印度又在哪裡跟菲律賓簽一些產業合作，又畫大餅。要舉債，雙方有幾十億美金甚至上百億美金合作，你不是欠債嗎？所以，那你現在在這個工業製造業又是你最大的稅收來源。我覺得中國大陸現在在研判，不只是在你工業懲罰你，是不是針對整個日本產業經濟的結構？你高市早苗膨脹軍國主義，膨脹你在國際當中的合作，在印太當中要圈圍中國大陸視為威脅，於是中國大陸這個制裁當中。打你的不是軍工業，打你的製造業，甚至是不是要把你的製造、軍工、光電這些當中打到完全沒有辦法，甚至打到坍方為止、坍塌為止。所以，我們看，於是這個影響性來講，不只是中國、日本過去來講是亞洲地區最重要的2個工業心臟。那麼日本當中來講，又有自己本身的市場跟它的戰略。如果中國不只是意識上的懲罰你，一波一波又一波的制裁，一波一波在稀土方面各方面這個控制，直打到你日本製造工業，要把你打損，把你打殘。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歷史性清算，我想對日本的深層影響跟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工業製造的部分格局，我相信那都是難以想象的。是，好，就像上次哥分析的這個觀點哦，中國大陸現在持續在對日本的稀土做施壓，把這個脖子卡得非常的緊，讓日本的企業非常的難受。那高市早苗首相呢，還沒有看到他對於中國大陸呢做出這個比較態度端正的一個道歉，但是他還是有很多的動作频頻，就是四處奔走，找盟友，找解方。最新的動作呢，是高市首相去到了剛才提到的印度見了總理莫迪，促成了日本跟印度在關鍵礦物還有半導體領域的合作，就是要強化供應鏈韌性跟經濟的安全。那除了找外援之外呢，日本自己也把目光轉向了距離這個東京的東南方大概2000公里這麼遠，有一塊面積只有1.5平方公里的小島，叫做南鳥島。但你不要看這個島雖小它附近的海域蘊藏着極具開發潛力的海底稀土資源。這就是日本打算商業化開採稀土，未來找一張稀土不求人的王牌。但是呢，這個南鳥島還需要很多的勘探作業、試採作業，這後面還有很多的後續相關的問題。但至少目前是日本找到了一個解方之一。所以日本對內對外，我們都看到在做出了許多的努力。然而手上握了這些手牌，足以被中國大陸斷供之後，在稀土牌這方面找出自己的一條路嗎？我們問一下艦長。我覺得那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先不要說日本多麼的強大或是衰弱，你去看美國的例子。你看美國在去年打這個關稅戰的時候，他一開始秋風掃落葉，他把全世界幾乎每一個你看他的領袖都對川普的各種的好，討好啊，取悅於他。那他用同樣的方法對到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沒有屈服，結果中國大陸用了一招，就完全扳平了這個趨勢，就是稀土。那大家可能很奇怪，說稀土到底是怎麼樣？你就要我用經濟來威脅你，就好像我想把你餓死，那需要一段時間你才能把你餓死。可是稀土這個就把你的空氣抽掉，你會立刻你的所有的這些叫做比較重要的一些工業就完全就要停擺。所以美國清楚這個之後，他就知道我沒有辦法跟他對抗。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國在關稅戰裡面唯一退讓的國家就是中國大陸，而中國大陸打出的那一張王牌，它不是牌，那張王牌
就是稀土。那稀土你想要去克服它哦，我可能不是很專業，我看過一些專業的書，他講得很清楚，要用國家級的力量推動，投資上兆美元，至少10年才能克服。你就說他們這些所有的幾乎都不可能。那接着你就會想，所以你能不能夠克服這個東西哦，其實是一個叫做相對的實力，你知道。我們拿美國，美國克服不了，对不對？那我們先看看美國跟日本的實力。我們先說2025年的 GDP， 名目 GDP， 美國佔全球27%，日本佔全球3.7%。你知道日本它的實力遠比美國要差。第二個，我們說這國際關係，你在國際你要拉攏這個拉攏那個的，對不對？那你再看美國到目前為止還是世界的大哥哦，你可以說它各種的在東升西降。但是表面上看，他也是世界的大哥，而且在過去從二戰以來，他幫過多少國家？那大家再去問問自己一個問題：日本從二戰到今天跟誰是鐵桿兄弟？沒有一個。他在二戰把整個東南亞打得一個稀里啪啦的，他跟誰曾經是鐵桿？沒有。當然，因此現在高市長在全世界跑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其實在各地的時候啊，他是在告狀。他不是在求助，是什麼叫求助？哎，拜託這個事情你幫我一下，我就能夠稍微克服一下。誰能幫他？沒有一個人能夠幫他。大家都知道，沒有人能幫你，連美國自己都克服不了，我怎麼幫你？所以他其實一直在講，每一個地方都在重複說這些事情。所以到最後你就發覺，高市早苗在到處抹黑中國。你看了沒有？他這樣對我稀土這個樣子，對我們這樣，這是一個告狀期。然後我再說一個，最後一個這個。所有的這個東西啊，就是我們說好聽的，他在樂觀的期待他能夠翻牌，其實他就是在做一個叫做病急亂投醫。然後現在所有海鳥島的這個東西啊，它只能說是一個很長遠的戰略的一個儲備。你要想和印度合作，也只是一個叫做外交的緩衝，但它都不會起實際的作用。了解，是好。待會回來，我們還有更多國際議題的討論。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歡迎再回到環球大亂線節目現場。高朋友，一個數字哦，我們來看到102次預警通報的疏漏，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這不是1、2次漏看，是整整上百次的疏漏，竟然就在美國特勤局的眼皮子底下發生了。這個簡直是不敢相信的一件事情哦。這種程度的預警疏漏呢，在專業的維安領域來說，絕對是令人笑到大牙，是業餘到不能再業餘的一個事情了。那這件事情呢，就是美國的政府監察機構針對，大家還記得嗎？在2004年，川普當時還在這個競選總統的時候，還在賓州的造勢場合上遭遇的那一場槍擊事件啊，記者幫他拍下他這個舉臂振揮的這張照片。有人說呢，這張照片可能是近代最偉大的一個競選照片。但 anyway， 川普當時遭到了槍擊，這個事情搞得很大。調查現在出來了，原來是你美國自家人，你特勤局出了這麼大的疏漏啊。然後呢，這個讓川普當時是一度很危險啊，但他最後是福大命大，度過了這一次的槍擊案。但是這份報告出現的時間點很有意思哦，你早不發晚不發，竟然是在現在進入到7月份，美國即將迎來這個建國250週年這個大日子前夕，把這個維安的遮羞布給扯出來，給碾個粉碎，這就很有意思了。這究竟是提前在這個響哨，在幫美國特勤局打預防針，還是說有人在後面刻意在煽風點火，要在大日子、國慶大日子的時候把這件事情這個哪壺不開，這個重提一次？那賓州槍擊案的確發生了很多槽點，但是國慶前夕此刻拿出這個敏感議題，賴老師怎麼報告？這個裡面應該有很多的政治意味可以解讀咯。當然可以解讀，但是我覺得是避免他在犯錯。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點。對，為什麼？因為他們的監察機構不能夠容許美國的現任總統，當時2024年的時候，
川普他是後任的，對的總統候選人而已，還沒選上。是，但是他現在是现任總統。美國的现任总統如果被槍殺，那基本上都是大事情，真的太大了啊！因為有幾次都是在現任的時候，有的是被槍殺身亡，甘乃迪就是一個案例。那有的是沒有身亡啊，但是這些事情在美國的社會來說，以現在的情況不能夠再讓它發生。所以我覺得監察單位在他們的250年的建國紀念日，在這個時候把他們的調查報告趕在這個之前發布，我覺得有政治意味，也就是提醒特勤局，再犯錯的話，你要負完全的責任。因為他們在糾錯的這個過程中，他們發現有個環節非常重要，不應該發生，但它卻發生了。特勤局是負責國家元首的安危，也包括副總統在內。好，那主要是總統。當然，可是問題是你的情報來源，你不能夠只是靠特勤局的情報，也不能只靠聯邦的情報，也就是說，我特勤局跟聯邦調查局 FBI， 你不能夠只靠聯邦政府的情報，你最重要是要跟地方政府的情報系統要整合在一起，串聯起來。所以他必須要跟州、跟郡，也就是辦活動的那個地方的地方政府的警局，你們必須要有一個通訊中心。現在特勤局承認他們沒有這樣子建立一個通訊中心，他沒有加入，他也沒有建立，所以當時地方政府，也就是州內的這個他們的警政單位，其實他們接獲到的這些情報是有90幾件，快到100件，而特勤局只接獲是個位數，還不到幾十件這樣的一個情形。那你想想看，中間的差異是存在的。可是如果說当初特勤局不要居高臨下，覺得自己不得了，我是特勤局，聯邦政府的，你們的地方政府算什麼？小地方一個郡算什麼東西？你如果不是擺出這個姿態的話，你跟地方好好的合作，建立起通訊中心，派出你的人員跟地方在做情報交流的話，或許你就掌握到很多線索了。而當時很多的線索都是跟這一位槍手有關嘛，因為都是指向這位槍手嘛。好，最後被證明說，事實上地方政府的情報很有價值，而由於特勤局不重視，現在的情況是特勤局也認錯了，他說我們錯了，那我們願意改進。那如果在這個7月14號，哇，難以想象，如果再發生的話，你絕對要負政治責任的，這是第一個。那為什麼現在情況比以前嚴峻呢？第一個就是美國的社會高度的分化，高度的撕裂，高度的仇恨。而且這個你也知道，美國的社會越分化、越仇恨、越撕裂的時候，走偏鋒的人數就越多，孤狼的犯案的幾率就越高。我覺得這個是要內部防範的。另外一個外部防範的就是說，美國去攻打伊朗，製造了太多的仇恨了。他殺了太多的人了，殺了這麼多人，再加上以色列殺了這麼多的這個巴勒斯坦的這些住在加沙地區的居民。我覺得有很多人是充滿了仇恨，充滿了仇恨。他們本身可能已經移民到美国去，但是在這個仇恨的影響下，我們也不能排除他們不会想說利用這個機會有一個最顯著的一個政治的宣傳的效果的機會。他當然有可能要去做這個事，所以我個人覺得，在這個活動慶典前公布他們的調查報告有它的功能。了解。好，但接下來更多特勤還有維安的檢討，我們要來看到，也是吃了一個非常大的瓜，就是連槍手都要開始客串當你的維安顧問嗎？帶觀眾朋友回顧一下，今年發生在4月底那一場白宮記者協會的晚宴，還記得那個驚魂記嗎？槍手抱着一把槍，然後狂衝到那個現場的畫面被這個攝影機拍到。根據紐約郵報的報道，這位槍手 Cole Thomas Allen 他自己在書面宣言中提到，他都覺得那一場維安的措施是鬆散的，多不嚴格。連槍手自己都吐槽說，他以為闖進去每一個角落都有監視器，房間會有這個裝監聽器，每10公尺會有武裝的探員，到處都是金屬探測。結果沒有啊！他簡直這句話就是把特勤局描述成了一幫的草台班子哦。連槍手都吐槽，他覺得這維安都太鬆散了。那也暴露出特勤系統確實存在一些結構性的問題。我們來看看之前這些民主黨人，不管是奧巴馬還是拜登當家時期，
沒有那麼多驚心動魄的總統級的這個刺殺。但現在就像剛才賴老師講的，現在美國社會是一個高度撕裂的狀況，加上美國憲法一直都是保障人民的擁槍權，你很難避免有一些極端分子的出现。而且川普總統他的風格這麼的激進，第二任上台也是一大堆吸引仇恨值，所以換個角度講，川普總統他在任期間真的是給這些維安人員增加了非常多的壓力跟工作量。尚志哥怎麼看？我想川普其實是有一些惹人厭哈，有4種人。可能在心裡甚至是付諸行為，想要對他有所不利。哪4種人呢？我們先講比較簡單的，第一種部分其實就是有一些抗爭的人。对，那叫川普其實有很多的這個政策，包括移民政策跟等等啊。除了關稅可能是國與國之間，但是呢，對於美國國內本身還是有很多政策產生了很多人性感受上的衝突。所以這些抗爭的人，一旦抗爭變得失控跟激烈，可能對川普有影響。其實部分是有些倡議的人，這些倡議可能是一些學生活等等，他就要羞辱川普。可這種羞辱會不會這種活動當中就慢慢擴大呢？好，更不要說襲擊。沒有要讓川普死，可是他就是要傷害川普，乃至於有暗殺哈。我覺得這些都是陸陸續續這不同的層次，使得現在美國終於還是要加大對川普維安的這個力度了。其實我一直覺得，從去年開始我們看起來，我認為始終還有2種是這個仇恨值可能會強烈到真的想要川普的命。首先，第一個部分，我覺得還是就是有關於去年，尤其去年他跟猶太人，他在這個推行這種所謂的猶太政策，只要在美國方面有任何反猶太，包括在校園，你看他對哈佛、Stanford 所有這些名校，基本向下的重手哦，川普直接給他們壓力，他就是要跟猶太人，就要跟以色列站在一起。所以去年那個對於所謂的猶太人或反猶太人這個仇恨值轉化出來，想要川普的命是非常非常深的。其實當然就是移民啦。我覺得移民政策當中的一些處理，我們看到其實在很多地方上，包括 ICE， 他們在處理這些都有些過度的失掉人命的這個部分。其實我認為，只要涉及到這種強烈的命的衝突，我覺得在去年是很深刻。當然，今年隨着美伊戰爭當中來講，看起來川普已經。我覺得很多人看他罵納坦雅胡，然後而且這麼重，其實罵的都蠻爽的。所以我覺得有一些，我覺得川普個人或乃至他整個團隊也開始有點 detach， 從跟以色列的捆綁當中，這種感知是慢慢有點脫離。我認為可能這個好一點。可是呢，其實不要忘了，誰要傷害川普？江湖上始終有說伊朗啊，伊朗當中或者是包括阿拉伯一些恐怖分子，是不是也可能暗殺川普呢？江湖都在傳聞。可是。這些傳聞背後又有人認知作戰或認知真相說，真的是伊朗要傷害川普嗎？還是以色列的摩薩德情報系統才是真正想殺川普的人？我們知道，其實以色列當中有摩薩德系統，有辛貝特，有阿曼，他整個對內對外他的情報軍情，那是一個非常明明秘密的。而且摩薩德有名的，你以為是反恐嗎？摩薩德有名的就是國際暗殺。所以我覺得，在川普的周邊的這個人當中，一旦在今年美國跟以色列的關係沒有像去年當中這麼緊密，在美伊戰爭之前來說，大家真的是麻吉到死掉。但是現在看起來，大家已經有點脫離了，美國覺得上當了。所以一旦在這個過程裡頭，真正可能會出重手的，難道不應該防範摩薩德嗎？以色列的摩薩德，我覺得現在大家在評估起來，認為我覺得川普身邊也都不是笨蛋，大家在對川普的保護，可不只是剛剛講的美國這些暗殺襲擊的這些孤狼草根人士，真正像摩薩德專業暗殺的，才是他們要防的對象。了解。好，就像尚志哥講了，雖然川普總統有時候非常的惹人討厭，但我們還是希望他老人家這個身體健康，好不好？好，那因為他也是一位蠻喜歡運動文化的總統啊，那不只會接待這個美國很多的職業運動的冠軍球隊去白宮做客，給他們慶祝。那今年的 NBA 這個紐約尼克隊是睽違了53年哦，終於再嘗這個總冠軍的滋味，讓整個大蘋果都沸騰了。那川普也有去看比賽，也成為了美國史上首位親臨 NBA 現場觀賽的總統。也因為他的到來呢，那場比賽是維安層級拉滿。那當然進場就變得非常困難，要搜身，要各方面的，也導致了一些球迷的這個不樂意啊。當然這也是總統要來嘛，這個拉到了國安的考量，這也無可厚非。但接下來真正的魔鬼考驗才要來臨哦，因為我們都知道
馬上美國建國250周年大日子要來了，全美各地一定都是大肆慶祝。同時也別忘了 FIFA 世界杯，美加墨，美國也是其中是一個地主國，正在熱鬧的舉辦。哇，這幾百萬的國際人流，無數的政治政要，加上隨時可能爆發的社會對立面，我光是用想的都替那些特勤啊、維安人員的工作量，我真的替他們捏把冷汗。那麼究竟這場7月4號的終極維安大考驗，會展現美國團結國家的這個肌肉呢，還是說會成為刺客們的狂歡節？黃艦長怎麼看？我首先要，因為剛剛主持人說了一句話，我很有感觸。主持人說希望這個川普這個老人家能夠很健康過去。對，我希望川普長命百歲，而且永遠當美國總統。他的真的是川建國，他的存在讓中國的崛起變得更快速，這是第一個我的感覺。第二個，其實剛剛不管是賴老師也好，這個尚志哥也好，講完之後，如果你是美國特勤局的人，我坐這裡我就想到，是吧？嫌疑犯太多了。哪一個不想殺他？國內尚志哥剛剛講了4類人，國際上你說哈馬斯、伊朗、以色列、摩薩德不想殺他嗎？以色列殺他，當然不是說我殺他，還會做假旗行動，殺了他，然后我把他栽赃給伊朗，然後美國就會去打伊朗。真的是。所以当你有這麼多的人的時候，那我問你，我要防誰？那個叫做什麼情報警告？越多我會越忽視。如果今天只有2個，我一定徹查張三李四，追查到底。100多個，你叫我查誰？我覺得這一次防衛川普一個很大的一個困難就是嫌疑犯太多。我就記得我很久以前看一個這個美國一個電視劇，那個是一個大壞蛋，然後有一個人要說跟他講說報仇，那個人聽完那個大壞蛋聽完之後說，你去到後面排隊，那個一大摞的人太多了，這是真的。我覺得美國特警局現在最大的困難就是嫌疑犯太多，是的，甚至他有自導自演的可能。你記不記得上一次那個就在那個酒會的賓州那一次，這個人不是拿了一個長槍嗎？你去想一件事情這個嫌疑犯拿的是長槍，我對着總統那個方向衝過去，這裡有這麼多的人，然後。警衛，如果你是警衛，你有槍嘛？如果說這個人拿的是一把刀，我警衛會撲上去。因為我們練過近身搏鬥，他拿的是一把長槍，你敢怎麼樣？我跟你講，大部分的警衛會拿了短槍就這樣對着他打。這些所有的警衛都是非常準的人，那拔槍又快。結果你有沒有發現，在那麼的多的人，不是在室外那麼多的在室內，沒有一個人受傷是連兇手都好的，那沒有，為什麼沒有人打他？所以。當時我記得好多人都說，這是不是自導自演？我當然你覺得說自導自演怎麼可能？可是我從現場的沒人受傷的結果，我覺得哇，也並非是不可能的。因為為什麼？我要塑造成我是一個受害者，因為他那時候民調很低，那是不是我的民調會高？這是有可能的。所以當時我就想，哇，怎麼有這麼多人？但是你再來看這麼多的可能裡面到最後還有哪些謀殺手段？第一個孤狼，還有第二個是團體的，就像這種基地組織的這種，還有第三個就是國家集團。是，所以這些東西你就發現手段也很多，這個嫌疑犯也這麼多，所以我跟你講，這次他們一定是大動員，的確是一個很敏感的時機。我們祝福川普長命百歲。是，好，究竟今年的7月4號，美國250周年大日子能不能平安落幕呢？我們也會持續觀察。休息一下，待會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第3節的話題呢，我們要來看日本現在的經濟出現了哪一些難題哦。日本曾經是這個全球的第2大經濟體，也可以說為是亞洲最穩定的一個金融體系的代表。那大家都知道嘛，近期日本的匯率是跌得非常的慘甜價吸引了全球的觀光客去造訪。但同時呢，日本也正面臨着很多的像是匯率的暴跌啦、債券被拋售啦、企業的破產等等的增加，還有物價全面上漲等4大危機。我們帶大家來看
甚至呢，市場現在都在懷疑哦，日本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全球金融引爆的一個疑慮？雖然呢，日本的央行是很努力啊，嘗試要拯救這個匯市，但呢，我們看到這些機構啊，這些包括了普萊士，還有瑞穗銀行，還有三井住友銀行，他們其實看日元的匯率都還是持續往下的。我們之前說$1對這個150，大概就是它的鐵關卡，但現在呢，金融機構怎麼看？690啦，170啦，還有180，甚至還有人說到200這樣的一個狀況。哇，那到時候這個日元到底會跌到什麼慘狀？大家都覺得它是一個無底洞，我們要持續觀察下去，並且呢，不只是匯率一坨糟，這個國債在今年6月呢，遭到了海外投資人的大舉拋售，單月哦就賣超了這個3兆這個級別的一個數量，真的是讓日元重貶，日債拋售，還有政府的債務居高不下，這麼多的燙手山芋同時存在的情況下，你就知道問題有多嚴重了。所以過去日本這個低利率的神話，還有到現在財政信心危機哦，其實這兩者之間哦只有一窗之隔啊，是非常容易就捅破這一層紙窗的。那如果這個債匯呢都持續雙殺下去的話，尚志哥你怎麼看？日本是不是正在醞釀一個金融全球風暴的一個破口會發生嗎？大家為什麼擔心日本？主要就是日本剛剛其實建橋講這一切，日本最近的財政震盪已經其實超過大家的想象。那比例最高其實就是日元。日元要知道，其實日本央行其實已經拿了$700多億，700多億美金進來要來干涉匯率都沒有用。現在還是一直貶值，也超過我自己的預期。我本來先前覺得會升回來，結果都沒有用。好，我們要知道，在觀察一個國家的狀況，當然你要觀察它的產業。我們談了稀土被中國制裁，它的觀光、它的民間的這個東西，其實不是。大家看3個：看日元、看日債，以及看日本股市。所以我們先講日本股市好了。日本股市其實表現還可以，日本股市現在創歷史新高。那麼在6月部分已經破了歷史的一個7萬點哈，最近大概都是6萬點、7萬點這個邊緣。而且外資當中有人認為會漲到9萬點。所以說日本股市大家看，雖然看起來是好的，可是日本股市跟台灣股市一樣，現在都是整個偏傾斜的，都是以科技類股為主，它並不均衡。好，日元剛剛提到它的問題就是央行它都不信。要知道，一個國家，如果你央行打算要升息，央行要控制貨幣，但這個全球的市场沒人信，你做的東西大家覺得沒有用，而且你現在到底要不要升息，各方面雖然略略的升息，接下來呢都知道要放鷹會升息，可是大家都不信，所以日元繼續貶值和差那麼多，所以他會怎麼辦？所以第二個部分是日本政府。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它的舉債超過想象。我講一件事情，日本現在最近在發債，7月2號才剛剛要發這個10年的國債，因為他們要花的錢實在太多了。10年國債因為短期，那麼它的利息大家比較願意買，長的20年、30年、4年沒有人要買了哈。特別像日本，你又欠那麼多債務，日本的債務國債已經高達1343.8兆日元，然後每年他們的稅入1/4要來的還債。好，所以日本現在7月2號發債也沒人要。於是呢，可是你看看高市是什麼概念？好，我盤點一下，算給大家聽。首先呢，他自己本身在答應要給美國5500億的投資，現在還是慢慢在塔。美國這個財政部長已經催他好幾次，專程跑來，他還在那邊拖。好，在此同時，明明已經日本內部國債欠了那麼多錢，對吧？已經超過你的負擔了。結果高市早做的事情，他跑去印度跟印度说：“我未來10年跟你10兆日元，眼前今年2兆日元的概念，2兆是125億美金呢，要合作。”跑到菲律賓，跟菲律賓說：“我要跟你有34億美元的接下來的部分合作。”然後对日本的國內說：“我們官民要來做經濟開發，370兆日元要投去各式各樣的你能想象的部分開發，包括這些軍國主義的這些的再開發。”這就高市早苗上台之後，國際大撒錢，然後欠美國，然後國內要大撒錢，你覺得還能相信嗎？所以日本的財政部、日本的央行現在大家都不信。所以呢，雖然日本股市現在是起來的好，那它的危機點在哪裡？我覺得它的危機點是一旦
日本的股市外資拋售。是，我覺得接下來如果外資拋售的時間點，因為 AI 或全世界的聯動當中的時候，它就會使得日元、日本日債，還有包括日股都巨大震動的時候，我覺得日本可能雖然不是說經濟坍塌，對，可是那個東西就失控了，而且這失控就會影響全球的金融。大家要特別接下來注意這一點哦，不要認為說好像有人喊到9萬點，那麼日本股就一路上去。現在狀況跟台北股市一樣，要居高思危。了解。好，剛才這個上次跟我們模擬了一下，如果股匯是三殺的情況呢，大家真的要特別注意，好不好？不過現在隨着日元匯率持續的走貶啊，這個日本國內的觀光啊倒是賺得風生水起啊。我們知道很多觀光客去玩啊，甚至出現了這個陰陽菜單的狀況。你拿中文或是你拿英文的菜單啊，價格是跟日文菜單不一樣的這個雙標的現象。但要知道，不是所有日本人家裡都開餐廳賣抹茶冰淇淋啊。你那些做貿易进出口人怎麼辦？你這些中小企業現在成本這麼大，他們承受的前所未有的壓力。我們來看一個數據哦，根據東京商工的最新調查，在2025年的會計年度，日本破產的企業數啊，已經是達到了10505間了，這較前一年是增長3.6%到4%的，更寫下了10多年來的一個新高紀錄。所以很多的企業，大家看着這麼多觀光客來，但他們卻只能倒閉啊，他們吃不到這個紅利啊。那過去呢，大家都認為說啊，你日元貶值是有利出口啊。但現在是進口成本的暴增，企業的倒閉創新高，弱勢的日元是不是已經從過去幫助日本經濟的助力，反而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包袱了，沒有辦法解決？接下來關廠、裁員、失業，這都是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啊。黃隊長，你有觀察到這個問題，你覺得會擴大嗎？我是這樣講，這個經濟問題是非常複雜的，對，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但是大部分的国家都希望我的這些匯率也好、利息也好、通膨也好穩定，哎，那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事情。那只要一變動很大，就像有时候台幣升，你也可以看到國內一大堆人批評。那我想這樣好吧？這樣你也發現一大堆人在批評。其實所有做生意的都希望穩定，他能夠知道他怎麼樣去買，怎麼樣去賣。那日本到底問題出在哪？問題出在1985年代的时候，那個時候日本的經濟橫掃全世界。我那時候記得我在這個美國讀書，那個教授講說，全世界有10大銀行哦，7家是日本的，前3大全是日本，所以這麼強大之下，在1985年這個廣場協議就逼着他從241比240，像今天才最多說到200嘛，對，240哇升到120，那對經濟日本是一個非常非常強一個強烈的一個打擊，所以他日本一下子變成強勢貨幣了，變成這麼的高，所以他怎麼樣？他就要採取弱勢貨幣。他如果採取弱勢貨幣，就是低利息，他就把利息幾乎降到0，甚至有負的時候，希望大家能夠利息低嘛，你就來借。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長期日本大概利息從0到1嘛，像現在的1，那美國國債是4。如果我是一個大的金融財團啊，我們什麼事都不要做，我從日本借個相當於100億美金的日元借。我付你1%的利息，我拿去買美國的這個國債賺4%套利，我什麼事都不要做，我1年就是3億美金的收入。所以很多人這樣做，但是這是不是日本希望的？當然不是，他希望能夠恢復正常。所謂恢復正常的一個參考標準就是通膨，全世界大部分的銀行希望通膨是2%，那日本長期在很低哦。2020年日本的通膨是0，2021年日本的通膨是負0.2，它一直很低。那結果最近好了，最近好到這2022是2.5、3.2、2.7、3.2，就是突然一下子變成正常了。所以最近他希望能夠怎麼樣？能夠提高他的利率，他希望他的利率跟全世界一樣，不然你的利率特別高或特別低，對你影響很大。就他在提高的時候，很多人就發覺，哇，那我原來借你的錢去的，我趕快把你同利還，就一下日元就垮下去了。這是影響它最近一個最大的一個原因，但是這個的影響主要在中小型的叫做內需型的企業，大部分倒了，大型的跨國的目前都還可以撐得下去。那會不會影響很大？我覺得以日本的實力，我跟你講，日本的經濟實力還是很大的，造成一個巨大的一個叫做黑天鵝，幾率不大。了解。好，但是現在日本的金融市場還是有一些考驗在後面啊。最近呢，他們的政府就有一項要提出高達370兆日元的一個長期投資計劃，就是要趕在現在熱頭上的 AI 發展、半導體、國防跟先進製造這樣的一個長遠願景。
但因為部分的融資設計是仰賴所謂的過橋國債，還有這個定義模糊的稅外收入，這就埋下了很多的不穩定的因子哦。剛才我們黃健翔有提到，過去這個廣場協議造成的衝擊啊，別忘了日本那個失落的10年，那可不是開玩笑的。很多人現在想到那件事情都還會怕。所以如果一旦黑天鵝真的出現了，經濟垮掉了，東亞其他經濟體是會一起下去，還是說，借由日本這個強大經濟體的垮掉，其他人反而可以吃飽一點？賴老師，我覺得過去日本由於在全世界它的經濟體排名第2，对啊，然後接的美國很近啊。所以它在亞洲是遙遙領先的情況下，日本的衰敗對亞洲的影響衝擊面很大，很大。就是你剛剛講的30-40年以前，它所發生的事情。是。可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在全世界排名第2，事實上平準購買力排名第1。是。日本也不過中國大陸的1/4不到啊，大概在1/5到1/4之間，也就是它就4萬多億美元左右啊。所以日本如果它的經濟出現很嚴重的問題的話，我個人覺得對亞洲的經濟有影響，但是不至於衝垮亞洲，因為中國大陸可以把亞洲的經濟支撐起來。以目前來講，大陸是整個亞洲所有國家的第1大貿易夥伴，幾乎了所有的亞洲國家。所以，但是日本不是，所以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我覺得日本會產生影響，但是不會像40年前影響那麼的大，這是第一個。可是日本的風險開始浮現了。過去我們常講說日本的政府是高負債，可它還是很安全。那是因為90%都是日本的國民跟央行在買，日本的企業、銀行、日本的央行，還有日本的國民買國債90%，所以外匯的這個10%的買賣拋售影響不大。可是現在的情況是，它最憂慮的是，如果它一旦升息的話，那日本政府怎麼辦？所以我個人覺得，以日本來講，它還是有風險的。好，我們休息一下，待會再回到第4節最後一節的討論。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環球大亂線最後一個節目的環節呢，我們要來討論科技的議題。過去2年哦，美國呢持續加碼這個晶片的出口管制。劍指當然是中國要抑制這個最大競爭對手的科技發展。從輝達的 H100、B200這些晶片呢，到先進設計軟體，還有先進製程的裝備，再擴大到這個涉軍的企業清單，整體的戰略非常清楚，就是希望呢要延緩中國 AI 算力追上美國的這個步伐啦。不過此番的打擊真的有用嗎？反而會不會讓中國的 AI 生態現在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線呢？我們來看到中國的科技大廠華為最近也是動作不斷，在今年第4季呢，要推出這個進軍韓國 AI 硬體市場的主角，就是這個新一代的算力平台昇騰950，還有這個 Atlas 950 SuperPad。要知道，這不只是一個產品它是一個 AI 基礎的設施方案。那而且產品力一旦維持中國這個他們的競爭力，就是高 CP 值、高性價比的東西。這一套東西的價格呢，只要輝達系統的1/4而已，25%，你就說甜不甜吧？當然，它的效能還要持續有更多的評測跟觀察，但至少這個價格是很有競爭力的。那黃仁勳呢，都已經多次表達了，你美國限制晶片不賣給中國這樣的做法，他認為長久看來是不健康的，這只會逼出更有競爭力的中國 AI 發展而已。所以呢，當中美世界2強在這個賽道上的競逐，我們知道現在已經進入到2026的下半年了 ，AI 還有很多的潛力持續在往前跑。想請問一下賴老師，你的觀察，中國大陸現在進入到2026下半年乃至未來，現在發展前景是不是越來越看好？我覺得這個趨勢很明確了啊，因為過去好像他們在質疑的就是說中國大陸的 AI 晶片的發展趕不上這個英偉達啊。那他們有幾個理由啊，也有幾個推論。第一個推論就是說你的生產能不足啊，就是說，好，你的技術突破了嘛，哈，你比 H200 還要，H20還強了，
但是問題就在於你的產能不夠，你的良率不夠，他們一直在強調這一點。可是你想想看，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中國大陸現在已經要賣給韓國了。要賣給韓國，這個對於這個黃仁勳來講，他有壓力了。是，因為 H20他當初做很多，可是本來以為說中國大陸會買，結果大陸一片都不買。他後來也承認一片都賣不掉。那賣不掉，那你要往別的地方銷售。而中國大陸現在直接告訴你，因為韓國現在也想發展 AI 的重鎮，也想 AI 的中心嘛啊。那韓國已經在發展，那所以韓國在這方面的投資不會吝嗇的。是。那中國大陸現在開始往韓國的市場來，那你 H20你要不要往韓國地方賣？但是問題就在於，我告訴你，我的升騰的性能比你好2.多倍，這第一個，但我價格就有你1/4，白菜價，你能不能贏我？你不能贏我的話，那你就進不去。那你當時指控說，中國大陸的產能不夠，可我已經告訴你，我產能夠了，我還可以外銷了。我除了我14億人口的市場我吃下來以外，我還可以外銷。我現在還做一件事情，那也就是說，我要打敗你。我覺得現在英偉達面臨的已經是可能中國大陸要打敗英偉達，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如果美國政府到目前為止還是執迷不悟的話，整死英偉達的不是華為，也不是中國大陸的這個那個 AI 的晶片廠，是美國政府自己把他自己的英偉達整死。那再來，我們還要看到《華爾街日報》的消息指出呢，中國人工智慧在資安的領域進展呢，也已經是逼近美国企業現在的頂尖水準了。最近啊，一家公司又吸引大家的注意，就是這個智譜 AI， 他們推出的這個開放權重的模型呢，在尋找軟體 bug 漏洞的能力哦，已經是媲美美國這個 AI 的新創公司 Anthropic 它強大的模型效能。所以這場競爭呢，不只是在 AI 公司，包括了中國車廠也想跳進來一起加入這個熱鬧的派對，比亞迪等企業都要開始自行設計自己的車用 AI 晶片了。從逐步降低外部供應鏈的依賴，還有寒武紀這一些巨頭市值突破兆級的人民幣，他們都在看出資本市場現在還是持續看好中國整個 AI 的內需發展。所以中國 AI 算力這張王牌，當模型、晶片加應用這一整套生態系形成一個完美閉環的時候，你美國科技的阻擋，你不止沒有擋住，反而還激起了中國這些 AI 科技從業者奮發向上，就是要做給你看，我可以比你做得更好的這股底氣。那是不是現在中國體系的 AI 進化，在下半年甚至未來的這段時間都大有可為？尚瑞哥，這個你熟悉的。對，其實是這樣子。如果你現在還認為美國卡這個中國大陸 AI 發展，中國做不了晶片，中國沒有光刻機，然後中國沒有光刻膠。如果你還是走在這個狀況，你真的肉我當然應該去撞牆了啦。現在我們剛剛有關於這個昇騰晶片950 PR 開始賣到韓國這件事情是很驚悚的，它的驚悚程度就像去年很多人在2024年、2025年才赫然發現，全世界7奈米、14、28奈米以上成熟晶片的這一些我們講半導體晶片，各位70%都是中國大陸做的了，因為中國大陸光刻機做才70%。2025年他們在賣我們不要講先進晶片，台積電最厲害的成熟晶片，已經賣到8300多億人民幣。2025年整個銷售的狀況，人家生產晶片已經又便宜又好，賣到全世界。所以接下來今年是不是 AI 晶片呢？你以為還做不了？所以剛剛講這個華為這個事情是很重要很重要。好，事實上其實不止，我們講 AI 的部分有硬體軟體，大家要有個概念，都知道 ChatGPT 對應的中國大陸的大數據語言大數據模型就是 DeepSeek。剛剛講的部分屬於這個智譜，它的部分是 GLM 5.2，全世界真的非常關注，因為它現在跟美國另外一個現在就是最頂尖最厲害的這 Anthropic 的部分的它的這個 Cloud， 他們都是 AI agent。作為 agent， 他們可以處理跨部分，把你軟體帮你定，就非常非常強大。那智譜這個現在 GLM 的 5.2， 最近是全世界關注，為什麼？因為就在前幾天，在加密貨幣市場非常重要的 Coinbase， 他們正式宣布不用美國的 AI 了，他們正式要用智譜的這個 GLM 5.2， 跟這個他的創辦人的學生，他的做的 Kimi， 他要用他們來搭建整個加密貨幣的系統。而且我要注意哦，包括前 Google 的，非常我們都自為是 AI 先知施密特在今年年初的時候還說啊，中國的 AI 距離美國還有1-2年的距離，結果他前幾天改口說大概剩半年。
意思就是今年年底，中國所有的 AI 硬體跟軟體都要跟美國完全追上。要知道 AI 不是只有軟體哦，因為中國自己內部 AI 跟機器人的需求，它帶動了中國自己內部的包括感測器，包括很多 AI 的零件。也就是說 AI 這件事情，它帶動了中國部分的這些硬體的，包括機器人服務的工業的機器人，包括這些所謂的這種柔軟的這種感測器。所以其實 AI 不是只有軟體，它還帶動很多硬體。這就是為什麼華為的晶片作為 AI 晶片已經生產到不止全中國都夠供應，還可以賣到韓國。韓國是因為他們就是手個短襪哦，這個手個短襪這件事情是全世界現在做不來，尤其輝達又這麼貴的情形之下，所以我們要注意的，現在在中國的 AI 概念當中，不只是華為升騰有自己的 AI 晶片，包括成熟晶片跟剛剛講先進的晶片都能夠有足量的生產。好，它的晶片又在自己的架構當中，不再用輝達，不再用美國自己的架構，而且開始有強大的這種能力。最重要、最厲害，他们就便宜。他们用的 token 的部分，他们现在有一個做法，就是你買我的部分晶片跟我的系統，而你需要的 token 由我中國這邊便宜的電源層的 token 一起包給你，你這怎麼拼啊？所以我覺得這個整體的部分，包括產業模式跟個別的技術、軟體、硬體的帶動，是這一波到今年年底之前，我們就看到中國趕上美國的整體 AI 產業的全面性。是哇，謝謝上次哥這個慷慨激昂的分享，因為他一定是有很多這個產業的消息啊。就知道現在中國的追趕腳步，還有我們來賓經常強調，一旦一個領域被中國打成了白菜價之後呢，整個市場就等着它收割了。AI 會不會是下一個這樣進入這樣的情況？感覺時間已經很近了，因為就連 AI 教父黃仁勳他都親口承認，擋不住中國 AI 的這個時刻啊，真的很快就要到來。那如果中國出品的 AI 能夠衝出我們剛才說的國內自己14億人口的這個市場內需，我們觀察到。外銷到韓國這一步很重要哦。韓國之後呢，下一個會是誰？歐洲嗎？還是跟中國交好的這些南方國家，會不會都會之後提前用中國的這套生態系統卡位？未來就是中美兩套系統在全球分食掉所有的 AI 掌控權，這就是一個非常大的戰略跟布局了。那我想問一下黃艦長，你的觀察，覺得未來這個趨勢怎麼看？首先 ，AI 成長大概分3個階段，第一個就是晶片，晶片就是它的速度要快；第二個是模型，學習模型，因為你速度快了以後，它有大數據啊，跟使用者互動，它慢慢的在成長，它會越來越聰明。那第3個階段就是實際的應用，到了實際的市場。那這3個哪一個重要？當然是最終的市場重要，因為使用者覺得好用，我才會去付費。好比我現在就有用 ChatGPT， 我也用 DeepSeek， 對，我非常熟悉這些東西。那我是長期靠文字寫作的，是我這樣子舉一個例子啊，好比說我有一個幾千字的文章，對，我叫無論是 ChatGPT 或是 DeepSeek， 我說請你去抓錯字、改漏字，或是改一些那些不好的用詞。我輸入之後，這麼幾千字，大概就是1秒2秒，啪，全部露出來。好，這是速度。那接着你就要去問了。我如果等4秒會差很多嗎？不重要，4秒不重要，重點是它的邏輯是不是好的，改的是不是很好，是不是改得非常棒，這是使用者在意的。只有極其少數的很大型的機構做很複雜的問題，他會非常在乎時間，否則他的時間再怎麼樣都比我們要快很多。我現在特別講靠文字吃飯的人哦，如果你現在不會用這個，你一定被淘汰。這是我現在說的。那接着你就要看所謂的算力。這是速度，這是中國目前輸的，因為晶片這一方面似乎還沒有趕不上美國，對不對？對。但是所謂的邏輯啊，它那個算法成長的這個過程，中國是贏的。為什麼？算法基本上是數學頭腦，我就是軟體工程的人。我們在國外，我們很清楚我們的數理是遙遙領先全球的所有學者。我們坐在那裡面，我英文都講不好的，理工大概只有我能發問。這是我們。因為中國人的數理就是比較好，所以你看比較到最後的時候，也許硬體沒有辦法完全突破，可是你要知道，大部分人在乎是最後的那個，你告訴我的結果，我可以忍受從2秒到4秒，那一點不是問題。但是我希望你是一個很邏輯的，那就是靠中國能力的算法，所以最終 AI 獲勝的。